最新传来的消息显示，美国正意图对中国的无人机产业启动新一轮的制裁，已经有美国联邦政府的高官提议采取新的制裁举措。美国此轮制裁有何依据？具体执行起来又会不会得逞？有何阴谋？这就来一起详细了解。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对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提出新的限制性措施。如果这些措施得到落实，美国政府资金将无法用于补贴购买中国无人机。根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发言人称，中国无人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于这种荒谬的言论，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美国真的能够摆脱中国无人机吗？我们都知道，近些年来中美的关系持续下降，可以说是降到了冰点。而美国方面也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制裁。在这些制裁的对象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无人机。不管是近期美国方面提出的限制性措施，还是前段时间美国推出的限制我国制造的法案，大家都能够看出来，美国现在是想尽一切办法摆脱他们国内对我国无人机的依赖。美国方面这么做的原因，从我们对美国的无人机供应其实就已经能够看出端倪。因为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在美军中所占比例较大，甚至在政府部门的比例都是非常大的，这也成为了美国方面炒作的重要话题。有大量的媒体称美军正在大量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等重要产品。在他们看来，未来一旦美国和我国发生冲突，我国将会切断供应，这对于美军是非常不利的。美国军方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无人机的大客户，中国的大疆无人机更是在美国陆军、海军和特种部队中屡见不鲜，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这些性能优越、价格又便宜的无人机一直都是美国采购的首选。大疆我们都知道，我国无人机的领头羊，大疆的无人机已经出口到世界上很多国家，并被政府机构所使用。美国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禁令的生效，美国军方不得不放弃性能优秀的大疆无人机，反而去采购其他品牌的无人机。结果这些无人机的价格却是大疆无人机的数十倍，而在功能上甚至还不如大疆。对于禁止我国无人机的这种情况，也着实令美军头疼。甚至基层士兵也一直在反馈采购的其他无人机又烂又贵，完全比不过中国无人机。而美军方面迫于压力，估计也不敢再采购我国无人机，所以也只能忍受着这些吐槽，继续采购其他品牌的无人机。照这么看来，要虎哥说啊，美军自己其实也是美国制裁法令的受害者。这一点从早先美军基层官兵们对那些不是中国制造的高价新采购无人机怨声载道，嫌贵还不好使，希望能重新恢复采购中国大疆无人机，并撰写报告向上级递交，这点就能看得出来。便宜又好用的大疆无人机，那确实是深得美军一线部队大爱。除了美国对我国无人机的依赖以外，美国采取此类限制措施，真正的原因实际上也并不是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就算是真的担心我国的无人机，美国方面在拿到大疆的产品后，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保障自己的安全问题。就如同我国购买这些外国设备以后，通过一些方式保障自己的安全问题一样，这在技术实践上是可以被解决的。美国现在的目前意图在高科技领域要与我国进行脱钩，相当于是从单一的设备出发，限制对手竞争或技术发展，将这种小心思包装成国家安全话题，作为政治的手段。这和之前美国禁止中国芯片或者摄像头等等科技产品的方式如出一辙。不过讽刺的是，还是有很多美国政府机构真香了起来，完全无视这些法令，干着阳奉阴违的事情，继续采购着中国的无人机以及其他设备。现如今我国产品的供应链是全球化的，
单一的禁止我国的产品，基本可以说是痴人说梦。就算是真的不采购我国的无人机了，如果采购别的国家的无人机，里面的部件还是中国的，美国是不是要挨个拆开挑出来中国的组件？想一想啊，这也是不可能的。现如今的美国国内既需要大量的自己无法制造的设备，在政治层面上又想摆脱中国制造，一番迷惑操作下来，其实最终受到损失的只是他们自己罢了。